恢复神态后，穷奇族长一脸冷笑：“小子，你有猪龙剑又如何？你能施展出他的全部力量吗？”在其身后的几位神斩以及众多穷奇一族的强者周围，也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准备直接击杀这位萧炎小子。发现你们是有些糊涂了，你以为我是来吓唬你们的吗？我能够站在这里，便是能够有把握将你们镇压于此。我萧炎从来是说话算话，而且你们的行为已经影响到祖龙族的灭亡，那就更应该。萧炎的话没说完，但是意思已经很明了了。今日穷奇一族的全部人等都得留下。紧接着，萧炎的那双眼眸中便是有着金色光芒散发而出，一股极其可怕的玄妙力量充斥着其周身上下。这一幕顿时让的穷奇一族以及祖龙族的那些众神兽之人皆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此刻萧炎的气息竟然不是第三序列神，而是堪比第一序列神的力量，并且他所施展的力量也是十分的诡异莫测。焚神异火，霸道的声音从萧炎的嘴角处喃喃传出，令得自身的神力也是在这一瞬间提升的数倍，周身的金色光芒不断的外溢而出，手中的猪龙剑也是跟着这道奇特力量，将其本身的能量逐渐的散发着。这一招就是焚神诀的第三诀焚神九火。虽然说目前只能施展其中一火的力量，可是那种力量给他们的感觉十分的神圣和深不可测，就连红袍神秘强者此刻也没有多么神态自若，反而也是被焚神一火的力量所震慑。这股力量很强，只不过你还没发挥出它的全部力量，怕是也无法对其我们造成威胁。红袍强者一句不漏的缓缓吐出，他乃是四重天位神，自然是能够一眼看穿萧炎的这等力量。然后红袍强者直接袖袍一挥，一道能够崩裂空间的强大神力洞穿虚空，直至萧炎暴轰而去。后者见状也是紧紧地握紧了手中的猪龙剑，自身的全部神力皆是灌入猪龙剑之中。猪龙剑也是有了剧烈的反应，一股无比浩瀚的神气力量开始疯狂地凝聚剑身之内，犹如大海般的磅礴之威。如果一旦将这股力量尽数爆发的话，便是能够压制所有穷奇一族的众神兽之人。不过他们说的也没有错，就算现在萧炎靠着焚神一火的力量，让自身的实力达到了第一序列神，这等层次的力量也是无法将猪龙剑的所有力量彻底的爆发。所以这一剑挥出去的话，也仅仅只是让他们部分神兽之人的血脉受到压制，毕竟他们的整体实力也是极为的强悍的。但是这还不是萧炎想要的效果，他要的效果就是将所有穷奇一族的神兽血脉全部压制，只有这样才能让祖龙族的一众强者对其发起猛攻，并是能够彻底的制服穷奇一族。而面对着萧炎此刻以及猪龙剑所散发出来的力量，虽然有着一定的影响，那也只是部分。想要靠着这一剑就让他们穷奇一族的血脉全部被压制的话，那几乎是不太可能。小子，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吗？猪龙剑我看还是由我替你接手吧。穷奇族长再度出声冷嘲热讽的道，他以为这就是萧炎的底牌了，结果下一刻直接让得他们穷奇一族以及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大惊失色。此时萧炎身上除了那一道玄妙的力量后，又是有着一道极其磅礴的能量，也就是这一道能量的爆发，顿时间让得在场所有神兽之人皆是张开了嘴巴，就连那位红袍神秘强者的眼神都是凝重起来。这道可怕的能量从萧炎的体内喷涌而出，直接朝着萧炎背后的虚空上开始凝聚而起，竟是有着一条无比巨大的金龙盘踞其上。随着这道金龙的出现，一股可怕的血脉威压顿时充斥着整片天地间，一声极其巨大的龙吟咆哮彻底的响彻天空，令得空间都是开始震颤起来。那是祖龙。此刻穷奇族长则是颤颤巍巍的出声，因为他见到了那令他忌惮不已的祖龙。随着祖龙的出现，直接是让在场的双方神兽之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并且带着极为震惊之色望着虚空上的那条盘踞的金龙。祖龙族的那些神兽之人也面露震惊的目光，看向上，看那令他们熟悉的金色巨龙，都是带着极其恭敬敬畏之色。是祖龙，真的是祖龙。然而在震撼之余中，一些核心强者已是回过神来，激动的大喊起来，这萧炎小兄弟为何有着祖龙的血脉之力？大神斩和其他神斩虽然也是无比的激动，可是他们知道这不是祖龙本尊，而是祖龙的血脉之力。见到萧炎施展出祖龙的血脉之力后，整片天地都是鸦雀无声，异常的安静。因为曾经这金色巨龙乃是万兽神界中最强的三龙之一，祖龙。就连实力最强的红袍神秘强者见到这金色巨龙时，他的眼眸也是闪过一道金芒，然后骇然的道：祖龙的血脉之力，这小子难道传承了祖龙的血脉吗？此话一出，也是让得穷奇一族的那些强者纷纷震惊不已。传承了祖龙的血脉，如果日后将其血脉之力彻底的适应下来，这不等于就是第二位祖龙了吗？该死，不能让他施展出猪龙剑的力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时穷奇族长也顾不了那么多，因为一旦利用祖龙传承的力量催动猪龙剑的神气力量，怕是就能够爆发出无比惊人的血脉压制之力。如果他们的穷奇一族血脉一旦被压制，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不好的局面。所以为了不让萧炎成功施展猪龙剑中的强大威力，穷奇族长便是想要先发制人，爆发出恐怖的神力。神力席卷，在其手臂上凝聚出一道尖锐的物体，直接刺向虚空上的萧炎。
随后，穷奇一族的诸多神兽便是朝天咆哮一声，也是纷纷爆发出惊人的攻势，对着萧炎暴掠而去。如此诸多神兽的强大攻势，就算是萧炎拥有祖龙的血脉之力，他也是无法翻天了吧？虚空上，无数道强大的力量不断的散发而出，将这片天地彻底的笼罩其中。可以说，穷奇一族的所有神兽之人，只为阻止萧炎施展出猪龙剑的威力。如果一旦被其施展，那么他们必定会输了这一场战斗。所以，为了争夺时间，他们便是率先对萧炎发起了进攻。而萧炎将要靠着祖龙的血脉之力，催动猪龙剑那磅礴如大海般的恐怖威力。想要激发猪龙剑如此全部的力量，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在穷奇一族看来，今日这萧炎必须死。没想到，这仅仅只是第3序列神的小子，竟然拥有猪龙剑不说，还传承了祖龙的血脉之力。如此可怕的一个人物，今日不除，怕是以后会是成为他们穷奇一族的绊脚石。杀！见到虚空上那无数神兽之躯密密麻麻地冲向萧炎，下方的祖龙族之人也是按耐不住。大神斩眼神一凝，刚欲下令准备出手时，再度被白炭给拦了下来。大神斩，不要急，萧炎兄还没有给我信号，所以先不要出手。我想他自有办法。闻言，几位神斩以及祖龙族的核心强者都是不太相信白炭的话。要知道，即便是他们这些天位神在面对如此多的神兽同时发起进攻，他们都无法将其与之硬抗，必须要躲避如此可怕的锋芒。虽然萧炎此时的力量极为的玄妙无比，可是依旧无法抵挡这等毁灭般的群体攻势吧。不过还没等祖龙族这些神兽之人反应，上方的空间似乎是虚幻了一下，总感觉哪里有问题，但又感觉不出来，真真假假完全分不清楚。穷奇一族的强者已是出现在萧炎的100米范围内，怕是下一刻就要被他们的强大攻势所重创陨落，而后者还是一动不动的，正在对猪龙剑不断的蓄力。好家伙，还真是有胆子，面对我们如此多的强者围攻，竟然还不动声色，装神弄鬼。大家不要管，给我直接将这小子轰成渣。虽然有些吃惊，不过很快就将这一份情绪都压制了下去，取而代之的就是满眼的杀意。不过那位红袍强者则是没有出手，因为他感觉到萧炎应该不是一位如此鲁莽之人，想必应该有着什么后手，所以他在观察着萧炎究竟想要做什么。而下一刻，穷奇一族的一众强者已经将萧炎团团包围，特别是穷奇族长似乎已经闻到空中血腥之味，嘴角掀起一抹森然的笑容。在如此多的攻击下，就算萧炎有着后手，怕是也无法逃脱360度的无死角群攻，还差一点。萧炎低头喃喃出声，而他手中的猪龙剑已是有着极其可怕的神器力量，隐隐约约的暴动起来，但就差最后的一步。不过这最后的一步，这些穷奇一族的强者怎么可能会给萧炎蓄力的机会？直接眼疾手快的同时拍出他们强大的一掌一拳，无数道掌影和拳影顿时将空间彻底的炸裂开来。在这等恐怖的能量炸响之下，整个天地开始摇摆起来。下方的山峰上，局部区域还有着落石的滚落，这等场面简直堪比毁灭的画面。小子，你去死吧！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全力一击而出的强大攻击，就算是一名半步4重天位神怕都要避之锋芒。而眼前的这位小子不过是序列神，怕是被如此多道的力量轰击下，连渣都不剩。他们见到自己的攻势正中萧炎的身躯上，个个的脸上都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想要用猪龙剑的力量压制住他们的神兽血脉，怕是还没有资格。穷奇族长拍了拍手，身影也是退到了100米之外，眼眸注视着萧炎原本的位置，那里的空间已经变得格外的扭曲，任何强制一旦靠近，都会被那里的能量所重创。所以他们见到已经抹杀了萧炎，其无数道神兽之躯纷纷的退开，虚空上能量波动还在持续。祖龙族这般的神兽之人也是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先不要说其他，就刚刚那360度都没有死角的强攻击下，怕是连灵魂都直接给抹杀。萧炎小兄弟，几位祖龙族的神斩面露担忧之色，特别是大神斩，他虽然与萧炎接触的时间不长，可他却是一眼就能看出萧炎的不凡之处，能够收服神火，并且还多道火焰集于一身，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这不可能的事情竟是在萧炎身上发生了。萧炎兄应该不会有事的吧？就连一旁的白炭也是不敢相信萧炎会在这无数道的围剿攻势下逃脱，难道说刚刚自己害了萧炎？讲到这里，白炭的内心则是有着十分后悔，早知道刚刚就让祖龙族的这些核心强者帮助萧炎解围，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都并不是想要看到的。与此同时，虚空上的那位红袍强者却是脸色带着一丝凝重，因为他发现在刚刚那无数道攻击下，虽然表面看过去正中对方，则是隐隐间他感觉到萧炎并不在那里，而且猪龙剑的那道强大力量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愈发的磅礴起来，就连他体内的神力都出现了异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不好，上当了，快撤！一道急促的大喊声自红袍强者嘴中喊出，传入穷奇一族的那些强者耳朵中。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时，在这上空的另一处空间上，那里竟然悬浮着一道黑袍身影，而那黑袍身影正是刚刚被穷奇一族无数强者围攻的萧炎。什么？大小子没死？穷奇族长直接是惊呼出声，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眼前的画面。萧炎兄，你果然会创造出奇迹的人物。
反观祖龙族这边的众强者纷纷露出激动之色，没想到萧炎竟然在刚刚那无数道攻击下成功的逃脱了出来。诸位，我在这呢，刚刚不好意思让你们的攻击泡汤了。我说过，你们今日将会留在此处。朱龙剑，朱龙之力，最后一字落下，萧炎的眼眸顿时一变，手上的朱龙剑却是散发出大海般的磅礴能量，弥漫着天地。不好，我们中计了！所有穷奇一族的神兽急速撤离此地。随着穷奇族长的话音落下，身后的无数道神兽也是感受到了事情的大逆转，开始头也不回的飞奔逃离此处。然而萧炎自然不会让他们逃脱，既然他们在幻虚空间之中，那么就谁也逃不了。你们以为你们能够逃得了吗？在我的幻虚空间乃是萧炎的主场。萧炎最后一字落下，语气变得极为的重，因为穷奇一族觊觎祖龙族的这个超级神兽势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将其彻底的剿灭，他们自然就会代替祖龙族的位置。这一次的穷奇一族已经威胁到了祖龙族的存亡之际，那么萧炎背负着守护祖龙族的责任，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将他们穷奇一族的一举击杀。该死，你怎么还不出手？见到情势不妙，穷奇族长那冰冷的目光看向不远处，站在虚空上没有任何动作的红袍强者怒道，而那红袍强者则是没有回答穷奇族长的话，他的目光则是紧紧盯着萧炎。就算是他感受到了来自朱龙剑的可怕威力，不急，我会出手的。过了一会儿，红袍强者才缓缓地出声道。显然穷奇对于红袍强者也是感到了不满，这一次对祖龙族发起大战，罪魁祸首还是这红袍强者。要不是他保证能够将祖龙族剿灭，他们穷奇一族才不会做出这么大胆的决定。虽然说祖龙族没有祖龙，可是其自身的底蕴可比他们穷奇一族的要强上很多。就在穷奇一族的众神兽之人飞快地逃离这片天地时，虚空上的萧炎伸出手臂，然后对着他们所逃之处直接是一个抬手，瞬间那里的空间便是扭曲，一道白色光柱直接从天而降，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见到这一幕，他们更是露出惊骇模样，因为这些光柱在他们接触到的瞬间，竟是有着极其可怕的高温，能够焚烧他们的神兽肢体。在他们震惊之余，在其正前方还有着第2道、第3道、第4道、第10道数百道的白色光柱，皆是在那些扭曲的空间中爆射而出。随着这些数百道白色光柱的出现，竟然将那些穷奇一族刚欲逃跑的神兽之人全部困在了其中。感受到白色光柱上所散发出来的一股可怕的力量，也就是这股恐怖的力量，令得神有那么一瞬间，也是让得穷奇一族的众强者不敢轻易的去触碰。该死的小子，就凭这些白色光柱就想困住我族神兽，怕是痴人做梦。天位神力，给我破！瞬间，在穷奇族长的前方出现巨大的黑色巨爪，然后便是朝着这些白色光柱狠狠地抓去。由半部4重天位的神力所凝聚出的巨爪，其威力无法想象的恐怖，其巨爪能够直接撕裂幻虚的空间，并且带着极为可怕的能量蔓延开来。巨爪也是直接轰击在这些白色光柱之上，突然这片空间竟是变得虚幻了一下，那数百道白色光柱都是一颤，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数百道的白色光柱竟然开始崩溃而去。萧炎见状，眼神也是一凝，没想到在他的幻虚主场空间，竟然都无法用幻虚神火的力量将其穷奇族长压制，反而被对方一个可怕的攻击给瓦解开来。不好，再这样下去，可怕这些光柱都会被彻底的瓦解，到时候想要困在这些穷奇神兽之人，怕是非常的困难了。说着，萧炎便是微微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朱龙剑，此刻的朱龙剑身上有着剑芒呼啸，每一次的呼啸便是犹如是风暴一般，应该差不多了吧。萧炎呢喃一声，自身的所有神力尽数灌入朱龙剑之中，然后便是对着远处的区域锁定了穷奇一族的众强者。朱龙之威4字一出，便是将手中的朱龙剑用力的挥出，而刚刚所蓄力的朱龙剑之威，在这一刻也瞬间的被拉满，瞬间横扫四方，引得空间剧烈的波动起来，犹如是一道大海的汹涌海浪滚滚而去，伴随着巨大的响彻之音，蔓延在这片天地虚空上。萧炎的这一剑之威释放而出时，那些穷奇一族的神兽强者纷纷感受一股危机弥漫在他们的全身上下。这股危机不是说让他们重创，而是可以压制住他们的血脉，只要血脉被压制，他们的神力就无法发挥出巅峰状态。这无疑对于穷奇一族来说是一场噩梦。很快那朱龙剑威已经铺天盖地的将幻虚空间内所彻底的笼罩，所有的穷奇一族的神兽强者皆是感到体内的血脉之力正在不断的被压制而下。原本一些神兽强者可以抵御住那白色光柱的高温，此刻却是随着血脉的被压制，无法运转强大的实力，竟是开始逐渐的被那白色光柱所焚烧了神兽之躯。如果说萧炎所施展的是地炎，恐怕无法伤及神兽之躯，因为神兽之躯只有大咒的神火方才能够有这般恐怖的焚烧之能。不少穷奇一族的神兽强者都被白色光柱所伤，开始发出痛苦之声。我的血脉被压制了。逐渐的，不少穷奇一族的神兽强者开始自乱阵脚，狼狈无比。看着虚空上穷奇一族的众神兽强者，下方的祖龙族强者也是一脸震撼。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位萧炎男子竟然会如此强大，利用强大的幻虚神火之威困住他们的逃跑路线，然后直接利用朱龙剑的力量将他们全部笼罩在其中，使得他们的神兽血脉
也受到了暂时的压制。不管是序列神实力还是天位神实力，都是同样受到压制。白炭兄，趁现在见到情况差不多了，萧炎直接传音给下方的白炭。收到萧炎的信息，白炭则是对着一旁的大神斩说道：大神斩，我收到萧炎兄的传音，让我们现在出手，一举歼灭被血脉压制住的穷奇一族众神兽。闻言，大神斩的眼神也是闪过一道寒光。这一刻，终于等到了。旋即沈大神斩也不拖沓，直接对着身后的无数核心强者发号施令。如果自己的血脉没有被压制，恐怕也不惧祖龙族大神斩的这一道神级攻势。可惜穷奇族长却是无法抵抗住这等强大的攻势，这也是他首次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见自己这一次无力抵抗，便是对着那位红袍强者求助道：快来帮我！见到穷奇族长那求助声，那位红袍强者的内心也是有所变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计划在如此完美下，竟然还是无法彻底的剿灭祖龙族。其中唯一的绊脚石就是萧炎的出现。虽然说他自己的血脉也被压制了一下，但并没有其他神兽之人那么严重。所以面对半步四重天位神的沈大神斩的神迹力量，他还是有着对抗的资本。祖龙族，不要以为今日你们赢定了。神迹双龙出海。随着红袍强者的话音落下，他的周围便是有着极为强大的神力呼啸而出，最后化为2条巨大之龙，对着沈大神斩的神迹攻去。2道强大的神迹便是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天空上立即有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弥漫在天际之上。在这股强大的力量撞击下，那所席卷出来的冲击波直接犹如是热浪一般，涟漪的荡漾而出，整个空间都是在这一刻彻底的扭曲起来。穷奇族长见到红袍强者的出手，也在同一时间催动神力倒退而开，在这危机的一刻，也算是保住了性命。沈大神斩，在一名4重天位神的出手下，怕是你也不太好受吧？穷奇族长那原本凝重的神色，在此刻的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随着能量冲击波的散去，虚空上依旧有着2道身影而立其上。沈大神斩的身影之上，竟是有着血迹流出。显然，刚刚的一击对碰下，他也受到了伤势。而对于那红袍强者而言，并没有被波及到。如果不是血脉之力被压制了一些，可恐怕这一招便是能够让沈大神斩重创，甚至陨落。你究竟是谁？我们祖龙族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为何要参与我们与穷奇一族的事情？沈大神斩捂住自己的伤口，沉声道。闻言，红袍强者也并没有因为击败了沈大神斩可自信，反而他的神色也异常的凝重。也就在他将沈大神斩击伤后，并没有再次进攻。然而下一刻便是对着穷奇族长传声道：我们先撤，看来今日是不可能剿灭祖龙族。如果继续对战的话，他对我们也非常的不利。听到这声音，直接让的穷奇族长有些郁闷起来。此时明明已经击伤了沈大神斩，那么如果红袍强者再次出手的话，可怕连就能够将祖龙族的其他神斩所击败，到时候他们穷奇一族就有可能翻身。见到穷奇族长还舍不得撤离，那红袍强者再次传声道：我的血脉之力也被压制了，刚刚能够占据上风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反击了，再不撤离，你们穷奇一族今日怕是真的全部陨落于此了。听见红袍强者的解释后，穷奇族长这才缓缓的明白过来，只是没想到这朱龙剑还没完全发挥出全部的力量，就有着如此可怕的压制之力。最后在穷奇族长那果断抉择中，对着穷奇一族的所有神兽喊道：速速撤离！今日先放过祖龙族的这些将死之人，要不了多久，我们穷奇一族将会卷土重来。抛下最后一句狠话后，穷奇族长以及其他神兽强者也是在这一刻狼狈的逃离于此。祖龙族不仅是穷奇一族，日后我也会将你们全部击杀，因为万兽神界的最强之神只有一个就够了，而你们祖龙族没有了祖龙，要么就归顺苟活，不然你们祖龙血脉怕是一个都留不下了。红袍强者丢下这句话之后，其身影也是消失在祖龙族的众神兽面前。随着穷奇一族的狼狈离去，也是让的一直精神紧绷的祖龙族神兽之人终于是吐了一口气。这一次的灭族之战也是有惊无险，在萧炎以及众多祖龙族的强者合力下，击退了穷奇一族。而这一次的灭族之战也是传遍了整个万兽神界，所有神兽势力都知晓了穷奇一族竟然入侵了祖龙族。后者可是万兽神界中3大超级神兽势力的存在，虽然说祖龙已经不在，可是那强大的底蕴依旧存在。当然，那横空出世的萧炎也是在这一次的灭族之战中脱颖而出，手持曾经上古圣的之主的神器朱龙剑，力挽狂澜。他的大名也是响彻整个万兽神界。要不是这一次这位萧炎的出现，恐怕祖龙族还真的会在红袍神秘强者的进攻下彻底的在万兽神界除名。只是那红袍强者最后为何要撤走除了萧炎，恐怕祖龙族的神兽强者几乎没有猜出其中缘由。1个月后，祖龙宫殿的一处幽静的后山中，这里竟是有着数道祖龙族之人的身影，而萧炎也是在其中。1个月前的一战，祖龙族也是损失惨重，不过好在没能让穷奇一族的计划成功。在这1个月的疗伤中，萧炎的伤势以及祖龙族的大神斩等伤势也已经彻底的恢复了过来。萧炎小兄弟，这次多谢你的帮助，我们祖龙族才得以幸存啊！
祖龙族的几位神斩也是对着萧炎拱手感谢道，对于萧炎的这一份恩情也是铭记在心。一旁的萧炎这时微笑的摆了摆手道，几位神斩前辈不必客气，此前我就说过守护祖龙族是承诺祖龙前辈的。如今我的实力虽然还不是很强大，可是至少我也能够拼尽一切守护住祖龙族，让祖龙族的血脉延续下去。萧炎的这一番话也是让几位祖龙族的神斩们听了甚是欣慰。萧炎的年纪可比他们小了很多很多，可是也就是数百岁的萧炎，有着如此气魄与责任，也让得生存了数百万年的他们自叹不如。萧炎小兄弟，我们一起干了这杯酒。沈大神斩也是一脸大笑，然后举起手中的酒杯，一口喝了下去，酒香四溢，一口下肚，并不辣喉咙，反而有一种极其柔和的酒感，显然也是祖龙族中的上等好酒。